转弯看 A 柱，出库看 B 柱，倒车看 C 柱。这么简单的开车技巧，竟然还有很多新手朋友没有掌握。那么今天暴弟就来分享给你，新手掌握以后能够有效提升你的车感，多看多练，下个老司机就是你。首先第一个，转弯看 A 柱。当咱们开车需要转弯的时候，前方有一面墙，如何判断车头与障碍物的距离，保证不剐蹭呢？很简单，你只需要观察前挡风玻璃和 A 柱的夹角。当 A 柱的夹角和前方墙面接地缝重合以后，此时你向左或者是向右打摆方向盘去拐弯，都不会剐蹭到咱们的车头角。那如果前面是马路牙子也一样，当需要转弯时，一样盯住左侧 A 柱和挡风玻璃的夹角。当能够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到前方马路牙子的下边缘时，此时方向盘向任意一个方向打满，一样可以安全的拐出去，不会发生剐蹭。第二个，出库看 B 柱。当你开车遇到这种倒车入库需要出库时，并且两边都停有车辆，一旦判断不好打方向的时机，就可能说剐蹭到车身。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先直线往前开，当车子的 B 柱越过旁边车辆的车头或者说车尾时，咱们再向左或者向右打满方向，这样就不会剐蹭到旁边的车辆了。遇到这样的路口直角转弯也是如此，当咱们车辆的 B 柱越过了旁边的障碍物或者说这样的墙面，咱们一把方向也可以安全的剐过去。还有这个地下车库的柱子也是如此，很多朋友都在这儿栽过坑不小心打的角度不对的，就可能说剐蹭到咱们的车身。你记住了，只要是直角转弯都是如此。当咱们 B 柱越过地下车库旁边的柱子以后，再打满方向，就可以安全的拐过去，不会发生剐蹭。咱们可以利用这个点位举一反三一下，看看生活中有哪些地方还用得到。接下来第三个，倒车看 C 柱。很多老铁倒车时判断不好车尾与障碍物的距离，打方向时机要是不对，就可能说剐蹭到。很简单，当你需要倒车拐弯时，注意观察车辆的 C 柱，只要 C 柱越过旁边的障碍物以后，此时两者差不多就在一条直线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打方向，车尾就不会剐蹭到旁边的障碍物，咱们就可以安全的倒车过去。第四，当车尾朝外出库的时候，只要 A 柱过了旁边的车子以后，再打满方向，车头也不会剐蹭到旁边的车辆。第五，窄路回车的时候，只要旁侧的大灯在咱们左侧 A 柱夹角以上，就可以安全通过。右侧呢，咱们也是同样的道理，咱们右侧回车时，只要右侧夹角咱可以看到右侧完整的一个大灯时，咱们通过就是安全的。最后呢，暴弟提醒大家一下，咱们的 A 柱 B 柱为啥能给咱们当点位去使用呢？正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固定的食物，它的位置不会变，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它一样会给咱们形成视野盲区。因此当咱们需要转弯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咱们 A 柱和 B 柱的盲区。现在暴弟上车给大家演示一下，走，咱上车看第一视角。好，我们坐在车上以后，以目前这种情况，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当我们需要转弯的时候，特别是左转弯这个 A 柱距离咱们驾驶员特别近，对不对？形成的视野盲区就会更大，所以咱们需要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左右扭头侧身观察一下A 柱后方的盲区，防止 A 柱后方有行人或者说电动车，对不对？如果说就像这种情况，你没有观察，你直接在车位上直接就走了转弯，是不是就会发生事故呢？所以说咱们想要转弯，一定要观察 A 柱后方的盲区，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还有就是咱 B 柱的盲区，当你准备向左或者说向右变道的时候，不能只知道看咱想要变道的方向的后镜。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比如说我想要向左转弯我们都知道需要看左侧后镜，对不对？这时你发现左侧后镜后方没有车辆，那么如果此时你直接变道，肯定会发生剐蹭。我们来看一下左侧 B 柱，大家看一下左侧 B 柱的方向是不是有一辆车的车头在我们 B 柱的位置，而我们从后镜中却观察不到，这就是我们车辆 B 柱的盲区。如果说咱们想要变道的时候，你没有观察，没有扭头侧身观察，直接变道肯定会发生事故。所以说我们想要变道，一定要观察后镜，并且观察我们 B 柱方向的位置，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怎么样，朋友们？刚才暴弟给大家演示的咱们 A 柱、B 柱、C 柱的驾驶技巧，以及 A 柱、B 柱的盲区，您都学会了吗？那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暴弟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闪离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